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今天我们来详细谈谈我们世界的本质及物质的结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物质非常复杂多样，从最基本的原子、分子，到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器官，再到构成地球、星球、银河系等天体的物质，无一不是由更基本的构成单元所组成。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总是会有这样的疑问：万物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如果把一个物体无限分割下去，最终会得到什么呢？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提出了原子论。原子论是指认为万物都是由不可再分的基本元素原子组成的学说。虽然这个理论的创始人德谟克利特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了，但真正被人们广泛接受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那么物质的结构到底是什么呢？根据现代原子论，原子是物质保持其物理化学性质的最小单位。原子由3种基本粒子组成：质子、中子和电子。质子和中子组成了原子核，而电子则围绕原子核旋转。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具有相同的质量，质子带有正电荷，中子则是中性的。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大约为 1.67 乘10^27次方千克，电子的质量相对较小，大约是质子和中子的1836分之一，它们带有负电荷，与原子核中的质子数目相等。不过在19世纪之前，人们不但不了解原子内部结构，更不了解原子内部的运动。当时的人们一度认为，由于电子带负电，原子核带正电，电子围绕原子核旋转，就像地球围绕太阳旋转那样。但是按照经典力学的诠释，由于电子运动会产生电场，电子在电场中旋转的过程中轨道会越来越小，最终坠落到原子核上。但现实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电子发生坠落，电子一直都稳定在原子核外围。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原子并不能像宏观物体一样可以释放任意小份的电磁能量，原子能够释放的能量是分立的一些值，这叫能量量子化。电子只能处在一些特定的能级上，所以哪怕电子带电且做着加速运动，如果将要释放的电磁能量的值不是正好等于2个能级的能量差的话，这个电磁辐射就会被禁止。所以电子可以在离原子核较远的轨道稳定运动。其次，量子力学效应也会影响电子的运动。根据不确定性原理，我们无法同时精确测量电子的位置和动量，这意味着电子在运动时具有一定的位置模糊度，其电子所在的位置不是唯一确定的。这种位置模糊度使得电子在原子核周围具有一定的概率分布，电子可以在原子核周围的不同区域运动，从而避免了与原子核的碰撞。最后，原子中还存在着一种称为泡力排斥的相互作用力，这种力是由于2个相同自旋的电子在同一个原子轨道中不能同时存在，因此电子会被排斥到原子的不同轨道上。这种排斥力的存在也有助于保持电子在原子核周围运动的稳定性。那么各种粒子之间和原子之间是怎么结合并组成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呢？这就要提到自然界中存在着4种基本作用力了，它们分别是引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和强相互作用力。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电磁力需要在电磁场中传递的，因此受到启发，认为其他3种作用力也应该是通过某种场来传递的。引力是一种作用于任何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由质量产生的引力场，它是宇宙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力之一。再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任何2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距离平方成反比。引力是最弱的相互作用力，但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适用于任何具有质量的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地球上的万有引力可以解释为什么物体会被吸引到地球上，而地球则被吸引到太阳周围。同时，它还可以用于计算行星、卫星、彗星等天体之间的运动轨迹和相互作用力。电磁力是一种作用于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由电荷产生的电场和电流产生的磁场组成。2个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也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它具有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特性。
电磁力的作用范围非常广泛，从微观领域到宏观领域，它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在原子中，电磁力负责维持原子核和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得原子稳定存在。电磁力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家庭中的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都是利用电磁力来实现其功能的。光也是一种电磁波，它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周围的世界。热相互作用力是一种相对较短程的相互作用力，它的作用距离只有极微小的几个费米，比纳米还要小6个数量级，它是导致一些放射性现象的原因之一。热相互作用可以引起核反应中的贝塔衰变，当一个核衰变时，它会释放出一个带有负电荷的 W 玻色子或一个中性 C 玻色子，这些粒子会与原子核中的质子或中子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导致质子或中子转变成对应的粒子或反粒子。这个过程可以用来产生能量，如太阳的能量来源之一就是通过核反应中的弱相互作用来产生的。强相互作用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相互作用力，是构成核子的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它的作用距离只有极微小的1费米。强相互作用负责将夸克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也是质子和中子之间相互吸引的主要力量。强相互作用通过胶子传递作用力，当夸克之间交换胶子时，它们之间就会发生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的特点是非常强大和复杂，而且还具有渐进自由性，即在极高的能量下，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会变得非常弱，夸克的运动自由度将逐渐增加。这一性质是强相互作用的独特之处，也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下一期视频中，我还会详细讲讲物质结构的下一个层次，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和弦理论，欢迎大家收看。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了。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